Hello， 我是苹果爹。上次开箱介绍过这一款 Nomad 5合1的无线充电器，这一款是 Base Station Apple Watch 的第2代。那这边简单讲一下，基本上在无线充电的部分，可以同时充 iPhone、AirPods 或 AirPods Pro， 还有 Apple Watch 的部分是有专用的充电座，不用自己另外提供 Apple Watch 充电线。那无线充电圈的部分有3个，那3个都支援 7.5 瓦无线快充，有2个不同的方式可以充电。横放充1台，直放的话可以充2台。但因为设计的关系，在充2台的时候，还是以1台 iPhone 加1台 AirPods 或 AirPods Pro 为主。后面有多2个 USB 电力输出，一个 USB-C 支援最高18瓦，另一个 USB-A 的部分支援最高 7.5 瓦。要更多细节的话，可以看上一支开箱的影片，再回来看这一支。今天就要来评测充电速度特别是比较一次充1台和充5台之间的表现差异。还有测试是否每个无线充电的部分都能通过快充的测试，也会相对比较我目前测试过最好的 Moshi 无线充电盘。那最后我会再分享优点、缺点，然后并让大家知道我是否推荐这一款充电盘咯。拍这类的影片通常很费时，所以希望你能帮忙一下订阅，然后按赞，还有分享我的影片咯，谢谢。好，我先从最基本的先测试3个无线充电圈是否都能通过无线快充的检测，会分别测试5、7.5、10瓦的部分。那我这边也放上 AirPods、Apple Watch 还有后面2个 USB， 就是为了测试它如果在满载的情况下，无线充电是否还能稳定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3个都是有符合通过的。好，再来就测试充1到5个装置的充电表现，主要会针对主要装置，就是充 iPhone 10的充电表现，并测量表面温度。我们先从一次充1个装置开始，使用的是 iPhone X 横放的方式，从完全没有电开始无线充电。充电时间为2个小时，2个小时之后 iPhone 的电力来到了 86%，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 36.1 度，充电盘表面的温度为 36.4 度。这边增加一项上是观看者建议的，应该侦测充到 80% 之前的温度，因为充到 80% 之后的速度会降下来，也因此会降温。所以当 iPhone 10充到 79% 的时候，表面的温度为 36.2 度。对照组的部分，我用了测过充电速度最快的、温度最稳定的 Moshi 无线充电盘。这边可以看到 Moshi 在2个小时后充到了 93%， 比 Nomad 多了约 7%。温度上是并没有很大的差异，但是 Nomad 这一款毕竟是以多合一充电为主打，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在意多合一充电的表现。再来下一个测试的是同时充 iPhone X 和 Apple Watch， 在充了2个小时之后 iPhone X 从0充到了 81%， 跟上次单充1个装置比起来少了 5%。 那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 36.2 度，充电盘表面的温度为 36.5 度。那充至 79% 的时候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 36.5 度。再来测试的是同时充 iPhone X、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Pro，在充了2个小时之后 iPhone X 从0充到了 75%， 跟上次充2个装置比较起来少了 6%。 那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 36.4 度，充电盘表面的温度为 37.7 度，充至 79% 的时候 iPhone 的表面温度为 37.4 度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测试的是同时充 iPhone X， 然后 Apple Watch、AirPods Pro， 并同时使用后面的 USB-A 充另外一个装置。在充了2个小时之后 iPhone X 从0充到了 66%， 跟上次充3个装置比较起来少了 9%。 那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 36.8 度，充电盘表面的温度为 40.2 度，充至 79% 的时候 iPhone 表面温度为 38.6 度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测试的是同时充 iPhone X、Apple Watch、AirPods Pro， 并同时使用背后的 USB-A 加上 USB-C 另外充2个装置。那在充了2个小时之后 iPhone X 从0充到了 66%， 那跟上次充4个装置比较起来是一样的。那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37度，充电盘表面的温度为 40.3 度。那充至 79% 的时候 iPhone 表面的温度为 39.1 度。Apple Watch 的充电表现来说都算是非常稳定。那以 Apple 官方的资料来看，0到 80% 需要约1个半小时，那充满的时候需要约2个小时。那在以上不同组合中都是有达到标准，那甚至会是超过一点，意思就是都有在2个小时内充满 Apple Watch。好，那现在就来讲总结的部分，先讲这一款的优点。
除了外形个人觉得非常好看之外，当然多合一充电是它最大的强项。那现在市面上看不到什么5合一的充电盘，而且以比较有名的厂牌来说，就算是3合一的都不多见。那单充一个装置来说，表现方面除了不及 Moshi 的那一款，但是和其他测试过的充电盘比，甚至是在 Apple Store 购买的苹果官方认证款，竟然都有超过他们的表现。连在一次充3个装置的情况下，表现都超越那些单充1装置的充电盘，这点我倒是没有预期到。在需要充4到5个装置的情况下，充电的表现也是还能接受的。况且后面多了18瓦的快充输出孔，那如果真的有急需的时候，也能直接有线充电。在旅游的时候，这样的配置也是很方便。一个充电盘配上2个充电线，就能直接充5个装置。那组合的方式也是很多变。如果你也是有多个苹果装置的人，这样在线材整理上面也方便很多。我自己的建议使用方式是这样：在办公室放置 Moshi 这一款，充电速度快又不占空间。那在办公室你也不用一次充一堆装置。在家里的时候，我把 Nomad 直接放在床头，睡前全部一起充。好，那现在就来讲缺点的部分。最后再来说我建不建议购买这一款。首先，我很喜欢它的设计，但也因为这样的设计，让它在充电装置上有了点限制。如果你找多合一的无线充电，是为了同时可以无线充2台手机，那这台在摆设上就有点限制。一台11 Pro Max 加上一台 iPhone 10，尺寸上勉强可以，但位置不太好抓，所以我就不太建议这样用。那除非你愿意用后面的 USB 再另外接有线或是无线充另一台手机。那再来再充 AirPods 的这个充电盘部分，就是最左边这个线圈，有时候我会碰上放上 AirPods 之后，充电盘上面的指示灯不亮的问题。我一开始以为这样就是没有充到电，但是当我去点 AirPods Pro 的时候，充电盒上面的灯还是会亮起。仔细去检查电量，看到它都还是有在充电，所以我 email 去询问 Nomad， 他们的说法是AirPods 和这种小型的无线充电装置，因为线圈很小很难感应，有时摆设的位置会比较难抓，显示灯可能会不显示，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在充电。那据我个人的了解，这也是 Apple 在开发 AirPower 时碰到的问题之一。虽然只发生过几次，也不影响充电，但是总是多了一个要去点 AirPods 的步骤，来确认是否正在充电。这个充电盘是厂商提供测试的，但是碰到这种缺点，我还是必须很诚实的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让你们要购买时可以列入考量。其他的部分，像是前一代有人说 Apple Watch 感应问题，我目前每一代测试充电下来都还没有碰过。那至于最后的结论，我建不建议购买这一款？所以以现在市面上来说，山寨版的不提，确实也没有其他相同的产品。那以大厂牌来比较的话， Apple Store 卖的 Mophie 3合一要价3790元台币，那 Logitech 的无线3合一要价129块美金，所以台币应该也要4000块上下吧。所以相较之下，5合一的这一款 Nomad 以150块美金来说还算蛮合理的，而且现在又有 10% off 的折扣。那如果要买3合一的话，就不如直接买这一款。那如果你是没有 Apple Watch， 也不需要充多台装置，我就觉得买单一 Moshi 的那一款，充电最快也最稳定。拍这类的测试影片，时间耗得比较久之外，通常也比较少人看了。所以如果能帮忙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和分享出去的话，会对我的频道有很大的帮助哦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